丈夫在我的汤里下了慢性神经毒素。她不知道，我怀孕后就把每天的汤都分了一半给阳台上的野猫。猫死了，我活了，而她毒死的是她自己的亲生骨肉。那只猫死在一个周三的清晨，我是在阳台的角落里发现它的。它全成一团，橘色的毛被露水打湿，贴在瘦骨嶙峋的脊背上，眼睛半睁着，瞳孔散成2个灰蒙蒙的圆，嘴角有一小滩干涸的白沫，蚂蚁顺着它的胡须爬进爬出。它叫橘子，一只流浪猫，半年前出现在我家阳台上，可能是闻到了厨房飘出去的鱼腥味，也可能只是找个避风的地方。它很瘦，耳朵上有一块秃斑，左后腿有点跛，但它很乖，从来不挠纱窗，不翻垃圾桶，每天傍晚准时蹲在阳台栏杆上，用尾巴盘着前爪，像一尊小小的石狮子。我每天下班后会把剩饭剩菜放在一个旧瓷碗里，看它低头小口小口的吃，吃完了抬起头对我喵一声，然后跳下栏杆，消失在暮色里。我蹲在他旁边，伸出手，又缩回来，指尖凉得发麻。我把手指放在他冰凉的肚皮上，那里已经没有任何起伏。橘子，我叫他，声音很轻，轻得像怕吵醒他。他不动。我跪在阳台的瓷砖上，看着这团橘色的小尸体，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堵在喉咙里，堵得很紧。我伸手轻轻把它抱起来，放进一个干净的快递纸箱里，找了一条旧毛巾垫在它身下，把纸箱放在阳台背阴的角落。我蹲在纸箱旁边，把手放在膝盖上，看着里面那团安静的橘色。手机在围裙口袋里震了一下，是赵岩的微信，今晚有应酬，不回来吃饭，你自己吃，别忘了喝汤，电饭煲里热着呢。汤。我扭头看了一眼厨房灶台上的电饭煲，保温灯亮着，黄澄澄的指示灯映在灶台的不锈钢面板上，像一个安静的笑脸。赵岩从1周前开始每晚给我煲汤，他说我最近脸色不好，需要补补。红枣枸杞乌鸡汤，加了当归和黄芪，他说是他妈给的方子。每天下班后，他会把食材备好，放进电饭煲，定时慢炖3个小时，温着等我回来时正好喝。这些天他下班比我还早，经常我推门进家时就闻到满屋的中药香。以前他不是这样的。我们结婚4年，前3年半他连电饭煲的开关都分不清，哪个是煮饭，哪个是保温。他是医疗器械公司的销售总监，年薪60万加提成，在外面能喝能侃，八面玲珑，回到家就是一滩烂泥。袜子扔在沙发上，茶杯搁在床头柜，洗碗池里抛着3天前的盘子。我下班回来要做饭、洗碗，收拾他留下的狼藉。他躺在沙发上刷手机，偶尔看我一眼说老婆辛苦了。那时候我以为那就是婚姻的常态。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大概2个月前，他开始主动洗碗，会在下班路上给我带奶茶，周末甚至会陪我去逛菜市场。他开始给我煲汤，他说是突然开窍了，看同事天天给老婆做饭，觉得人家夫妻感情特别好。我当时拿锅铲敲他的头说，你小子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他笑着躲开说，你别不识好歹。我是真的很开心。那天晚上我在日历上画了个红圈，旁边写了一行小字，赵岩主动洗碗第5天。写完之后我自己都笑了，笑得眼眶有点热。4年了，我等他开窍等了4年。我想也许婚姻就是这样，
总要熬过漫长的平淡，才能等到对方长大。我觉得自己终于熬到了。我打电话跟我妈说，赵岩最近好像变了一个人，特别勤快，特别体贴。我妈在电话那头松了一口气，说：“男人嘛，总有个成熟的过程，你算是熬出来了。”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候真像个傻子，我居然没有把两件事联系到一起。橘子死了，死在喝了我分给他的半碗汤之后。我把纸箱的盖子合上，然后站起来走进厨房，打开电饭煲。汤还在微微冒着热气，油花浮在表面，红枣和枸杞沉在锅底，乌鸡块已经炖得酥烂脱骨，汤色浓白，药香扑鼻，看起来就是一锅普普通通的滋补汤。我盛了一碗，端到阳台上，放在橘子从前吃饭的那个旧瓷碗旁边。阳光照在汤面上，油花折射出彩虹色的光圈。然后我从医药箱里拿出一副一次性医用手套戴上。我把碗里的汤倒进一个密封的玻璃瓶里，拧紧盖子，装进密封袋，写上日期，10月18日。做完这些，我把剩下的那锅汤全部倒进了一个密封容器里，放进冰箱最底层，在外面用记号笔写上勿动。然后把电饭煲里里外外洗干净，洗了3遍，洗到没有任何残留的气味。我把手套脱下来，翻面包好，用垃圾袋单独密封扎紧，放进厨房垃圾桶的最下面。然后我回到卧室，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我是检验科的医生，在市第3医院检验科干了6年，每天跟血液、尿液、组织液、各种体液样本打交道。我的日常工作就是看显微镜，做生化分析，出报告。我知道怎么给一管血做毒物筛查，也知道慢性神经毒素在体内代谢的周期是多少。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在自己家的阳台上为自己丈夫亲手炖的汤做毒物检测。我闭上眼睛，橘子的尸体还躺在阳台的纸箱里。我想起他昨天傍晚喝汤时的样子，汤倒进他的碗里，他低下头舔了一口，抬起头甩了甩耳朵，然后继续喝。他喝得很慢，喝了几口就跳下栏杆走了。今天早上他就死了，而我这几天每天也都喝着那锅汤。我还没有死，大概是因为我喝的没有橘子多，或者毒素的剂量还不足以在短期内置我于死地。我只是觉得累得起不来床，头晕、恶心、食欲不振，以为是加班太多，换季着凉。赵岩还安慰我说，你就是太辛苦了，多喝点汤补补就好了，多喝点汤补补。我的眼泪顺着脸颊流进耳朵里，我没有擦，我只是把被子拉上来盖住了自己，因为突然觉得好冷，冷的就像一把手术刀，从锁骨一直划到了耻骨。4年前，他站在婚礼殿堂里，对着我爸妈说，我会好好照顾念宁的。他手放在心口上，眼睛是红的。3年前，我宫外孕大出血，送进抢救室，他坐在手术室外面的地上，哭了整整2个小时。术后他说，念宁，我们不生孩子了，我只要你活着。那一刻我觉得这辈子嫁给他是最对的决定。可此刻他在应酬，在跟客户推杯换盏，他的妻子正躺在他们共枕4年的床上，手里攥着从他炖的汤里取出来的样本。他想毒死的是我。接下来几天我请了年假，年假申请单上写着身体不适，领导批得很快。我把橘子的尸体送到了朋友介绍的宠物病理检测机构，花了一笔不小的钱，做了一个全面的毒理检测。
然后把家里里里外外翻了一遍，像专业勘察一样仔细。在赵岩书房的抽屉最里面，压在一叠旧合同下面，找到了一个小瓶子，棕色玻璃瓶，和医院药房里某些管制药品的包装很像。瓶身没有标签，但瓶盖上用记号笔写着一个极小的字母 T。 瓶子里还剩小半瓶透明液体，无味。我拧开瓶盖，轻轻闻了一下，又迅速盖紧。我的手指是抖的。在手术台上看过各种复杂的急救场面，但此刻抖得几乎拧不开这瓶盖子。在他手机里，他的手机密码我知道，是他的生日，他一直没改。还有另一个线索，微信通讯录里有一个置顶的联系人，备注名是林总康源器械，头像是一个穿职业装的女人，短发干练，微微侧着头，保持着标准的商务笑容。聊天记录看起来完全是工作内容，无非是报价单发，你了明天会议改3点。但几乎每隔几天的深夜，都有1到2条被撤回的消息。我没法看到他撤回了什么，但我在聊天记录里搜了一下，想你了，空的；搜晚安，空的。干干净净，干净的像特意清理过。然后在相册的最近删除里，我看到了一张截图，是一张 B 超单，报告日期是今年9月，患者名字被裁掉了一半，只露出最后一个字，什么炎。超声所见写着宫内早孕，约7周，可见胎心搏动。我盯着那个炎字看了很久，不是赵岩，不是他自己。他说话时喜欢叫我念宁，手下人的紧急联系人填的也是我的名字。但那个模糊的上半边，我关掉手机，坐在书房的地板上，把头埋进膝盖，手按在小腹上。胎心搏动这个词我太熟悉了，每次医院验血室和超声室转过一批新病人，总能看到纸面上这些文字。但看到别的男人的孕期 B 超单被存进了我丈夫最近删除的相册里，我还是像被什么钝器砸中后脑勺。他又当爸爸了，不是和我。在给我的汤里下毒之前，他都没想过，也可能根本不在乎。这个孩子会有一个比我活得更久的妈妈。宠物病理检测报告在第5天发到了我的邮箱。检测结果很长，满篇的专业术语，气象色谱、质谱、联用分析、组织病理切片、神经系统毒性反应。我一行一行往下读，读到病理诊断结论那一栏时，手里的咖啡杯掉在了桌面上，咖啡洒在键盘上，把空格键泡得发软，但我没有去擦，我只是盯着那行字：四亚甲基2峰4胺，俗称 TATS， 一种已经被国家明令禁用的剧毒神经毒素，属于有机氮化合物，无味，易溶于水，进入体内后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抑制伽马氨基丁酸的活性，导致神经元持续兴奋，最终因呼吸机痉挛导致窒息死亡。慢性中毒症状：头晕、恶心、乏力、食欲减退，和感冒完全一致。玻璃瓶里的透明液体就是这个东西，毒性是氰化钾的10到15倍。而赵岩书房的抽屉里还剩下小半瓶，那半瓶足以毒死3个成年人。我没有立刻报警，不是因为犹豫，是因为我知道了另一件事，我怀孕了。其实在橘子死之前，我就有所察觉。生理期推迟了10多天，早上刷牙时总觉得恶心想吐，我还以为是那锅汤的作用。但后来那个念头忽然窜进脑子里，怎么也压不下去。我放下毒理报告，缓了几分钟，
从储物柜里翻出一根验孕棒，那是几个月前药店打折时顺手买的，扔在柜子里一直没动过。等结果的那3分钟里，我对着浴室镜子里的自己，发现自己的手压在肚子上，一种本能到不需要解释的保护姿态。2道杠，我坐在马桶盖上，把脸埋在掌心里，肩膀缩成一团。有一个新的生命正在我体内生长，而他的父亲正在用他的慢性毒药浇灌他的母亲。我应该哭的，但我没有。我坐在那里，听着自己急促的呼吸在浴室四壁间回荡，直到外面的街道传来一声汽车喇叭响，我才回过神来。我把验孕棒裹在纸巾里扔进垃圾桶，洗了把脸，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发红的眼睛。我说，沈念宁，你不能倒，你必须非常非常冷静。我约了妇产科的同事陈姐，陈姐给我做了抽血和阴道 B 超，确认是宫内早孕，约6周。胎心已经能看见了，屏幕上那个小小的一闪一闪的光点像一颗星星。她恭喜我，问我是不是很开心。我说是的，很开心。赵岩知道吗？她问。还没告诉他，想给他一个惊喜。惊喜这个词从我嘴里说出来，像隔夜的冷茶，又苦又涩。拿到孕检报告的当天下午，我走进了一家律所。我大学学姐的表姐在这家律所专门做家事和婚姻纠纷。她姓高，头发盘得一丝不苟，办公室里摆着好几排厚重的法律文书。她听我说完，沉默了很久。然后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你是想让他坐牢，还是想让你和孩子活下来？都想。我说，那就不能打草惊蛇。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白纸，在上面画了一个时间轴。你需要3样东西：毒物的来源证据、下毒过程的证据，以及他主观故意的证据。换句话说，你要证明这毒是他拿的，是他放的，他明知道有毒还每天给你喝。3条链，缺1条都可能是无罪。他顿了顿，看着我，你现在还有一个额外的麻烦，你怀孕了。在法律上，如果施害人知道被害人怀孕的情况下仍然继续投毒，并且造成了胎儿损伤或死亡，量刑的起点会大幅提高。但这意味着你要等他继续下毒，等他犯下更重的罪。你要冒这个险吗？我看着那张白纸上的时间轴，看了很久。我已经在冒险了。我说，每天都在。回到家，我照常喝汤，但我会在喝完汤之后，对着书房的方向举起碗说，今天的汤很好喝。打开油烟机烧一锅水，把大半碗汤倒进一个密封瓶里，放进冰箱最深层的冷冻区。那层他从来不碰，放着我夏天做冰格用的模具。每一瓶我都贴了标签，写上日期：10月19日、10月20日、10月21日、10月22日，连续取样，不间断。我要一个完整的投毒时间线，每条采集日期后面都要有他的指纹。但这还不够，我趁他洗澡时，在他的车钥匙上挂了一个小小的定位器，是方瑜帮我搞到的。他那位在市刑侦支队做法医的姐妹介绍的设备，定位精度能到10米以内。他以为我在书房加班，浴室的花洒哗哗响。我把拇指大的黑色设备连上手机测试了一下信号，地图上亮起一个蓝点，正好落在我们家住址上。然后我把那瓶 TATS 拿走了，不是全部，只是用注射器抽走了 0.5 毫升，装在一个密封的玻璃安布瓶里。剩下的液体我原封不动
放回抽屉，瓶盖上照原样倒置。我不能让他发现少了一些，也不能让整个布局断在证据链上。而那个小小的安步瓶，是捅进他心脏的第二把刀。周末，赵岩说要去出差，说上海有个行业展会，去2天，周日晚上回来。他收拾行李箱的时候，我在旁边看书，余光扫到他往箱子里放了一件深蓝色的衬衫。那件衬衫是他上个月新买的，标签还是我帮他剪的。他以前出差从来不会特意收拾衣服，都是随便塞2件 T 恤了事。他走后，我打开手机上的定位软件，他的车并没有往机场的方向开，而是沿着2环往南，停在了一个我从来没去过的小区。在那里停了整整3个小时，然后原路返回。那天他出差回来，我问他展会怎么样，他一边换拖鞋一边说挺好，就是人太多了，累。然后他走过来抱了抱我，下巴搁在我头顶上，说想你了。我靠在他怀里，闻到他衬衫上淡淡的洗衣液味道。那不是我买的那款洗衣液，但我们家洗衣液一直是我买的，同一个牌子，同一种香型，从来没换过。他身上这一种带花香调，前调有铃兰和白麝香，和我习惯用的味道截然不同。我把脸埋在他胸口，笑了笑。第2天我换了家里的门锁密码。主卧衣柜里那件他匆忙换下的深蓝色衬衫，我装进密封袋里，放进了后备箱，发给了方瑜。他同事在痕检中心，能提取任何织物上残留的皮肤接触 DNA。 接下来2周，我像一个幽灵一样活在这段婚姻里。每天早晨，他出门前会在玄关吻我的额头，说老婆我去上班了。我笑着帮他整理领带，说路上小心。门一关，我脸上的笑容就像被刷子抹掉的粉笔字，一点痕迹都不剩。然后我打开电脑，继续整理我搜集到的每一条证据。高律师给我发了一个文档模板，时间线全为梳理。我按照上面的字段，一条一条填进去。第1类，毒物来源证据。医院药剂科的朋友帮我查了 TATS 管控记录，这种物质属于剧毒化学品，只有极少数科研单位和经过特批的医药企业才能合法持有。普通医院药房开不出来，市面上也买不到。但赵岩的公司康源医疗器械去年申请过一项关于神经类药物的采购资质，采购名录里就有这个成分。我把这份资质文件从公司官网的公开信息里下载下来，在采购目录内页用红框圈出4亚甲基2峰4胺，标注年月份，然后在旁边批注采购人与赵岩所在部门存在交集。同批次的内部培训签到记录上有他本人连续3天的签名。第2类，下毒过程的证据。冰箱里的汤样瓶一天天增加，每一瓶都贴着标签，日期、时间，从汤锅取出时的温度，赵岩当天的指纹。他端汤给我时会习惯性的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扣住碗沿，那些指纹在碗和汤勺上印得清清楚楚。我用家里的透明胶带提了好几次碗和电饭煲内胆上的指纹贴片，每一片都包进独立的透明证物袋里，标注日期。方瑜帮我联系了刑侦科的老同学，那条痕检链上每一步都有记录。第3类，动机证据。我去移动营业厅，以家里的宽带故障需要核实账号信息为由，调取了赵岩最近半年的通话记录和账单。他有一个号码频繁通话，白天打，晚上打，
凌晨也打。那个号码的持有者，我在微信上一搜，跳出来的头像正是那个短发女人，昵称是林雨，个人签名写着做自己的光。点进去朋友圈，陌生人只能看10条，但其中1条是2个月前发的照片，一只手捧着她的肚子，无名指上戴着一枚素圈戒指，配文2个字：值得。那只手我不认得，可那枚戒指我认得，那是去年赵岩说弄丢了的婚戒。11月初，我把所有证据整理成一份完整的卷宗，电子版加密保存了3份，纸质版锁在医院我的个人更衣柜里。我给高律师打了个电话，姐，我这边材料都齐了。好，明天你过不过来？我还要做一件事。我说，最后一件。挂掉电话，我坐在沙发上，把手放在小腹上。那里还是一片平坦，但我能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正在改变。不是胎动，6周还没有胎动，是一种更深层的，从身体最深处涌上来的知觉，像地下暗河里被唤醒的泉眼。我抚着那片平坦，在心里对自己说，宝贝，别怕，妈妈在。妈妈不会再喝那碗汤了，但妈妈需要她以为我还在喝。我想起赵岩第1次下厨给我煲汤的场景。那天我加班到很晚，回家推开门，满屋子都是中药味。他系着我的碎花围裙站在厨房里，用勺子搅着电饭煲里的汤，看见我回来了，回头对我笑了一下。他说，你回来了，汤马上就好。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全天下最幸福的女人。我在朋友圈里拍了那锅汤，配文是老公第1次炖汤，点赞数破了记录，同事们在下面起哄说太甜了，太甜了。我把那些评论一条一条截图，现在想来，甜是甜的，砒霜也是甜的。如今我知道，那个夜晚他手机里正装着另一个女人刚发来的 B 超单，知道他在网汤里加料时，心里想的是怎么把妻子除掉，怎么把赔保金拿去和别人养孩子。我甚至能想象他在厨房里一边用筷子搅着汤锅，一边低头给林雨发别急，等我处理好这边的事。汤在锅里咕嘟咕嘟冒着泡，雾气氤氲了他的表情。他也许没有什么表情，他很擅长撒谎，每次应酬回来晚了都说客户难缠，每次领口上淡淡的香水味都推说是酒店大堂的香薰，我全都信了。续上文，我意识到在他的计划里，我很快就会病逝了。大概是某一天早上，他会发现我死在那张我们共枕了4年的床上。他会先叫我的名字，然后推我，然后惊慌失措地打急救电话。医生来了会摇摇头说节哀，然后告诉他，你妻子死于某种神经系统急性病变。他会抱着我的尸体嚎啕大哭，哭得比3年前我在宫外孕抢救室外面那次还要惨。他会穿黑色西装出席我的葬礼，眼眶红肿，表情空洞，所有人都会同情他。可怜的男人，年纪轻轻就丧偶，爱得多深啊！然后他会拿到那笔200万的意外身故保险金。亡妻的葬礼一过，他会低调地去见林雨。他们不会马上结婚，会等一个合适的时间，也许半年，也许1年。然后朋友圈里会多一张他牵着一个短发女人的合影，配文大概是感谢命运让我在最低谷的时候遇见了你。他会被所有人祝福，他除了体面的重新开始之外，什么都不用承受。可他不知道，这份保险单我已经打电话跟保险公司核实过了。客服在电话里给我念，被保人沈念宁女士，
您名下的保额可赔是在投保人不知情的前提下由配偶投保。他说为您本人的重大疾病和意外身故。我当时握着手机站在阳台上，身体微微后仰，闭上眼睛。晚风吹着橘子那个空荡荡的瓷碗，在瓷砖上轻轻滚动。我按断通话，把那张保单的复印件放进了证据文件夹里。也是时候了。11月中旬的一天晚上，赵岩照常给我端来一碗汤，坐在餐桌对面，像每天晚上那样笑着看我喝。他交叠着腿，手指轻轻敲着桌面，姿态很松弛。今天的怎么样？我加了点新的料，红枣换成了桂圆，很好喝。我用勺子舀起一勺，吹了吹，问了一句：赵岩，你买的那个 Tats 还剩多少？他的笑容僵在脸上，手指不敲了，收回膝盖上扣住。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什么 Tats？ 我从餐桌底下拿出一个文件袋，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摆在桌上。那个棕色玻璃瓶已经空了，他上个月加完最后一批毒后就扔进小区垃圾桶，被我在丢实验废料时翻了出来，瓶底还残留着几滴液体。这是我从书房抽屉里找到的，里面还剩半瓶。那摞汤样瓶的照片，冷冻柜里现在整整齐齐码了30多个密封瓶，每一个都贴着日期标签。宠物毒理检测报告上面密密麻麻的色谱分析，清楚的结论写明是4亚甲基2峰4胺中毒致死。还有一叠连续日期采样记录，从10月18号到11月15号，每天2瓶，从未间断。最后我把孕检报告放在最上面，宫内早孕约6周，可见胎心。你看，这不是一个杯子的孩子。我把孕检报告转过来，推到他面前，是你的。他的脸白了，是那种一瞬间所有血色全部褪去的白，像一张被漂白水浸泡过的纸。他嘴角最后一点残留的笑容还没完全收起，僵在原处和惊恐扭在一起。念念，你在开什么玩笑？你别说话，听我说完。我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手术室里麻醉施暴剂量的语调。你从我喝的第一碗汤开始下毒，用的是你公司的 Tats， 无味，溶于水，慢性中毒症状和感冒一样。你想让我慢慢病倒，最后在某一天晚上死在床上。你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出差、应酬、加班。你会拿到那200万保险金，然后娶林雨，和他一起养你们的孩子。你的一切计划我都知道。我靠近椅背里，把手放在小腹上，轻轻抚了一圈。但你不知道一件事，你每天给我喝的汤，我分了一半给阳台上那只流浪猫。它死了，死在我发现你下毒的头一天。而他死后，我每一天都在留样，每一天每一晚都在冷冻柜里。你这些汤里的每一滴毒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你疯了，他说，声音变了，不是愤怒，是恐惧。那种从胃底翻上来的控制不住的恐惧，把每个字的尾音都碾碎了。你他妈疯了，你凭什么说是我？指纹。我指了指那摞汤样瓶的照片，汤碗、电饭煲内胆、汤勺，那个棕色玻璃瓶，上面的指纹和你的食指指纹完全一致。你已经很久没做家务了吧？你不记得电饭煲上面贴着一层感应膜，有手一碰就留痕。那也可能是你栽赃。还有监控。2个月前，也就是你开始频繁给我煲汤的那天，我在厨房里装了一个针孔摄像头，就在油烟机面板上。
你以为我换了新油烟机是想让厨房更好看，其实是为了这个。你每次趁我不在往汤里加那个小瓶子里的东西，都被拍下来了。他站起来，椅子在地板上刮出一声刺耳的尖叫。他退后2步，撞上餐边柜，上面摆着的结婚照晃了晃，啪的扣倒下来，砸在台面上，玻璃相框裂成蛛网。你不能这样对我，念念，我是你老公，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我只是什么？我也站起来，平视着他。你只是想在另一头给另一个女人安一个家，所以要把我搬开。但你没搬开，你摔到我了，很疼。他看着我，嘴张着，眼眶忽然红了。眼泪从他眼睛里涌出来，顺着鼻梁往下淌，滴在他的衬衫领口上。我不知道那些眼泪是真是假，也许是真的，也许他确实后悔了，不是后悔下毒，是后悔被我发现了。念念，我知道错了，我把那笔钱全部给你，我签协议，我净身出户，我现在就……你在我每天喝的汤里投了剧毒。我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波动，但很快压平了。你听见我刚才说的话了吗？那只猫喝了一口就死了，它的尸体现在还冻在宠物医院的冰柜里。如果哪一天你成功了，被抬进殡仪馆的就是我。他突然呛出一声，像是喉咙被什么东西捏碎了一样。他弯下腰，双手撑在膝盖上，整个人抖得像筛糠。还有你柜子里今天刚收进的新合同。我把最后一份文件推过去，你3个月前背着我把我们的共同房产，这套房子做了抵押，贷款了120万。收款账户是林宇公司的对公账户，用途写的是设备采购款，没有我的签字，你动不了共同财产，你是伪造了我的签名。他猛地抬头，视线终于从我脸上移开，落在窗外漆黑的夜色里。窗外传来一声极细微的声响，那不是风声，是有人的皮鞋踩在楼下枯枝上发出的清脆断裂。我拿出手机，按下播放键。刚才所有的对话，他承认下毒，承认保险金，承认伪造签名，被录得清清楚楚。我把手机收进包里，走到玄关，打开大门。门外站着4个穿制服的人，2个警察，2个便衣，还有一个方瑜，他手里提着一台执法记录仪。警察同志，都录下来了。方瑜退一步让开门框，赵岩被按在墙上，手铐咔嚓一声扣上。他被带走时回头看了我一眼，他张了张嘴，好像想说什么，但只发出一个模糊的气音，就被警察按着头押进了警车。我站在门口，目送警车尾灯消失在巷口，手扶着门框，慢慢蹲下来。方瑜走过来，蹲在我旁边，把手搭在我肩膀上。他什么都没说，只是陪我在门槛上坐着。夜风从楼道的窗户灌进来，吹得我耳边的碎发贴在脸颊上。我把手附在小腹上，轻轻抚着那层平坦的皮肤。在那层皮肤之下，有一个小小的、一闪一闪的光点，还在倔强地跳动着。收网之后的第3天，我去医院做了一个全面的产检。坐在 B 超室里，冰凉的耦合剂涂在小腹上，探头压上来回滑动，屏幕上的黑白影像晃来晃去，偶尔捕捉到子宫里那个小小的轮廓。陈姐操作得很慢，比我之前任何一次检查都慢。她的表情一开始是正常的职业化温和，然后渐渐变得专注，眉头微微皱起来，嘴唇抿成一条线。他没有像以前那样说，你看这是宝宝的头哦，这是小手。他只是反复来回的在同一个位置探，
然后探头在我肚子上轻轻转动了很多个角度，好像在反复确认什么。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日光灯，心里有什么东西正在一点一点往下沉。那盏日光灯在嗡嗡的响，频率和我的心跳叠加在一起，变成一种低沉的噪音。陈姐，怎么了？她没有立刻回答，她把探头放下，拿起旁边的病历翻了几页，又抬头看着屏幕，然后把屏幕轻轻转向我。那一刻，她的表情我见过很多次，在妇产科走廊里，在手术室门外，在那些即将被告知噩耗的女人的丈夫脸上，但她从来没用这种表情看过我。燕宁，你之前有没有接触过什么化学物质？我的手指攥紧了身下的检查床单。什么？胎儿的发育出现了严重异常，头部、躯干、四肢都有水肿，胎盘也显示剂量蓄积性损伤的迹象。陈姐的声音很轻很稳，但每个字都像铅块一样砸下来。直接原因可能是母体系统性的中毒反应，具体什么毒药等引产之后做胎体解剖才能确认。但在目前这个孕周出现这种程度的损伤，我真的很少见。他后面还说了什么，但我听不见了。我只听到引产2个字，然后整个世界像是被人按下了静音键。屏幕上的黑白影像还在晃动，那个小小的轮廓，那颗一闪一闪的光点，它还在动，它还活着，还在我的肚子里，还在用它那6周的还没有发育完成的心脏一下一下的跳着。而我身体里那些被我一勺一勺喝下去的毒药，正顺着胎盘脐带一滴滴的渗透进它的血液。我的喉咙像被堵住了一样，我发不出任何声音，我只能直直地盯着屏幕上的那个光点，眨一下眼睛，再眨一下，不敢闭太久，怕一闭上它就没了。我动了动嘴唇，想说什么，但声音从胸腔里挤出时已经支离破碎。能不能再观察几天？再观察几天行不行？就几天。他还在动，陈姐，你看到了，他还在动。念宁，陈姐按住我的手，她的手很暖，可我的手指冷得像冰。毒素在胎儿体内的蓄积是不可逆的，再拖下去，你自己的身体也会受到不可逆的损伤。现在做引产，你还有机会恢复，将来还可能再怀。我不在乎将来，我说。声音终于从喉咙里崩了出来，嘶哑干涩，却异常清晰。我不在乎将来，我只想留住这个孩子。可他只是握紧了我的手，没有再说话。沉默的产检室，只有超声波机器偶尔发出的轻微的滴滴声，和那个光点还在屏幕上一明一暗地跳动着，像一个发不出去的电报信号。引产那天，方瑜一直陪着我，他握着我的手，站在病房窗前，看着外面的雨。11月的雨又冷又密，打在玻璃上哗哗的响。我穿着病号服，脸色苍白的和病房的墙一样。阵痛开始的时候，我没有喊，我咬着嘴唇，汗水顺着太阳穴往下淌，但我一声都没有叫。方瑜的手被我攥得发白，他也没喊疼。我在心里对肚子里的生命说：宝贝，别怕，妈妈在这里，妈妈疼着你就不疼了。等我被推进手术室，在麻药的昏沉中，只觉得有大团大团的黑暗从身体里被抽出去。醒来时，方瑜还在，他帮我擦过脸和手，把床调高了一点点，然后安静地移到靠窗的椅子上。窗外天已经黑了，雨停了，走廊里偶尔有护士推车经过的咕噜声。法医后来告诉我，
从胎体里检测出了比我血液浓度高出2倍的 TATS。那种毒素更容易通过胎盘屏障，在胎儿体内大量富集。他们做完解剖，写了一份胎儿损伤司法鉴定报告，作为我提供给刑侦组的补充证据。高律师后来把它列为量刑证据第2条，故意伤害致胎儿死亡，手段特别残忍。赵岩至今不知道我怀过孕，他的案子还在审理。高律师说，数罪并罚，故意杀人未遂，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伪造金融票证签名，骗取保险金，刑期不会低于20年。他可能会在庭审时才通过证据交换，知道有一个叫沈念宁的前妻曾经怀过他的孩子，那个孩子因为慢性投毒而发育异常，最终死于引产。我不知道他听到这段陈述的时候会是什么表情，崩溃、沉默，还是那句千篇一律的我不知道。我没有去旁听，我不知道自己这辈子会不会原谅自己。引产之后，我休了长假。陈姐说恢复的还可以，要多晒太阳，多补充营养，不要过早运动。但我回到家的第1天夜里，下起了雨，雨点打在玻璃上，滴答滴答，像那只猫用爪子轻轻挠门的声音。我走到阳台上，蹲在角落里，看着橘子那个空空的旧瓷碗，雨水把碗灌满了，水上飘着一片枯黄的落叶，叶子在雨中浮浮沉沉。我抱着膝盖蹲在那儿，听着雨声，终于哭出声来。我哭得很久，很用力，直到方瑜半夜赶过来，把我从阳台上拉进屋里，用毛毯裹住我，抱着我一整夜没有松手。2个月后，我搬了家。新家是一套很小的公寓，窗户朝东，每天早上能看到日出。阳台很小，只够放一把折叠椅和一盆绿萝。我没有在养猫，但我在阳台角落里放了一个新的瓷碗，每天傍晚倒满温水，留给路过的流浪猫。我不知道橘子是不是还会回来，也许它已经转世了，变成了一只更胖的有家的猫，正趴在某个温暖的窗台上，尾巴一下一下的摆着。2年后的秋天，赵岩的终审判决下来了，数罪并罚，故意杀人未遂，故意伤害致人死亡，针对胎儿，伪造金融票证，骗取保险金，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高律师给我发来消息说，他在法庭上听到胎儿那条证据时，整个人瘫在被告席里，哭了很久。哭什么呢？哭他终于知道自己的亲生骨肉被自己亲手杀了吗？还是哭他没想到自己看似完美的毒杀计划会被一只流浪猫、一个冰箱里的密封瓶和一个重新站起来的妻子彻底撕碎？我没有去旁听。那天我在医院上班，穿着白大褂，坐在显微镜前，看一张又一张的血常规图片。手机震动了一下，我摘下手套，点开消息，看完了判决书的电子版。然后我把手机锁屏，戴回手套，继续看下一张图片。窗外的银杏树正在落叶，金黄色的叶子铺了一地。这年春天，我收到了一封从监狱寄来的信，信封上写着沈念宁收，信纸皱巴巴的，字迹很用力，力透纸背。信很短，念念，我不求你原谅我，我只想告诉你，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不是被你发现，是那天我往锅里滴毒的时候，没有把那个瓶子扔进垃圾桶里。我明知道你在笑，我明知道你端着碗说好喝，我明知道你还活着，但我没有停，我没有给他回信。我把信折好放进抽屉，
和橘子的照片、胎儿的 B 超影像、验孕棒的空盒放在一起。它们安静地躺在那个小小的抽屉里，像一个属于过去的、不会再被打开的标本箱。每一件都是我曾用疼痛换来的真相。方瑜问我恨不恨他，我想了想，说恨过，但现在不恨了。恨太累了，恨一个人要花力气，我的力气要留给值得的事，读书、散步、深呼吸，把绿萝养得更好，偶尔去橘子的小坟前放一朵花。我没有了恨，但我保留了一样东西，我不会再轻易爱一个人了，不是不渴望，是不敢。我知道自己还没完全好，心里的某条裂缝还需要更长时间去愈合，但没有关系，一个人也可以把生活过得很好，很稳，很清楚。现在我坐在这个季节正阳光灿烂的阳台上，旁边是那盆已经长得很茂盛了的大叶伞。我每天都给它浇水，看它从蔫蔫的一小株慢慢抽出油亮的新叶子。有只橘色的小东西正踩着栏杆往这边走，它很瘦，耳朵上有块秃斑，但不跛，尾巴高高的翘着。它在那个旧瓷碗旁边停下来，低头喝水，喝完了抬起头舔了舔嘴唇，然后蹲下来用尾巴盘着前爪，像一个小小的石狮子。我放下书，看着他，他歪了歪头，喵了一声。我也是。全文完。